入口啊。现在进门，从东门一直走。我们从东门进来，可以先去载处亭。古代的祭祀场所均建有载处亭，用于屠宰祭祀所用的牛、羊、鹿、兔、猪等牲畜。在宰杀牲畜前有繁琐的礼仪，设香案行礼，由专门的官员视察。从载处亭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去对面的七星石了。嘉庆年间，这里放了7块巨型阵石，上面有山形的雕纹，寓意着泰山七峰。但是乾隆皇帝为表明满族为华夏一员，于是在东北方添设了一块石头，有华夏一家、江山统一的意思。这块是最小，这块是乾隆自己家的。看完七星石，我们继续往西走，去神厨。神厨是备办贡品的地方，贡品按照各神位所需，分别陈列于神库殿内的供案板上，供皇帝亲临检验，再由专人送上神坛祈年殿。现在的神厨是个天坛文物展，大家可以进来看一下。刘金童炖粥。从神厨出来，对面就是祈年殿。祈年殿的票是另外出售的。我们现在去买票，买了门票，现在进到天坛里边。全价票1人。我现在就到祈年殿了。在北边有一个皇陵殿，皇前殿是祈谷坛的天库，皇天上帝和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位平日就在殿内供奉。在祈谷大典的前一日，皇帝亲临上香，行请神礼后，才由专职官员将神位恭请至祈年殿内陈放。离开皇前殿，我们可以去祈年殿的东配殿和西配殿。东配殿现在为天坛祈年殿的主题展。西配殿，西配殿为北京天坛建成600年的历史文化展。
这一条路就是天坛的中轴线，整个天坛就是还是在这条中轴线上。北京的所有景点，大的故宫都是在这一条中轴线上，鼓楼就是这一条线。离开祈年殿，我们可以先不去回音壁和圆丘，在中轴线上先往西走。我们先去双环万寿亭。到了双环万寿亭，对面这个就是双环万寿亭，后边就可以去斋宫。斋宫只能从东门进入，斋宫是皇帝在祭天前进行斋戒的场所。进到斋宫里边看一眼。敬天。在祭祀前，皇帝斋戒期间，两边亭子上都会放置一个铜人，手执一牌，上书斋戒二字，以随时提醒皇帝敬诚治斋。这个墙用石头直接砌上的。离开斋宫，我们现在去回音壁和圆丘。那儿天空折射出了一道彩虹，很好看。回音壁到了。回音壁是天库的圆形围墙，因墙体坚硬光滑，又因圆周曲率准确，声波可以沿墙内面连续反射向前传播。因此，如果两人分别立于东面和西面，向北面轻声说话，双方均能清晰听到。下一个慢。回音壁就是这一圈。来，右手边啊。这个就是圆丘，皇帝祭天的点。棂星门以汉白玉石雕造，天坛圆丘内外各设门4组，每组3门，共设棂星门8组24座。圆丘的圆台为汉白玉石栏板，艾叶青石台面，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祭天大典，俗称祭天台。这个位置就是最中心，从这儿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离开天坛了。这边是天坛的南门。